先说好了，这次要真见到脏东西，回去可得给我爹证明。你爹堂堂捕头，竟然被鬼吓得尿裤子啊！真是闻所未闻啊！行，你们就笑我，我看你们要是真见了鬼，还笑不笑得出来？哎，走。鬼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没有。鬼在那儿呢。啊！哎呀，你别瞎嚷嚷，小心把他喊出来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儿没有，咱去2楼。别乱跑！啊！哎呀，走了走了，快走啊！走走走。你快走啊！咱们都到这儿了。有鬼啊！瞧把你给吓的啊！哎呀！什么味儿啊？真有鬼也得熏跑了。你跟你爹呀一样没用，我看你尿裤子没有？掉了！别动我！我告诉你，我爹绝对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吓成那样。也许是这回今天出门了，也许……是不是你在这哭呢？父亲，您找我。啊，据说北城鼓楼多年闹鬼，给你5天期限，彻查此案。闹鬼？有鬼抓鬼，装鬼抓人。陛下对这个案子十分重视，事关是否可以在北城修建行宫，别让我失望。孩儿明白。哎，客官，公子，这边请，小小心意，啊，不笑纳。这是什么？哎，感谢公子的天籁，为我们招揽了这么多的客人。谢谢。
少在那儿给我装模作样，每次让你干活都这么的难，赶紧给我洗碗去。谢谢公子。挺好听的呀，天籁呀！啊！郝帅，啊！擦了陀螺，不好好干活，学人家吹笛，吹风筝，想死是吧？怎么在你这儿？我说储藏宫找不到了木笛，看我不打断你的手！别吵了，别吵了，这笛子我买了。买？这可是大名鼎鼎的张家木器。大兄弟，这笛子就归你了，好好吹，将来必成大器。我的呢？我的呢？想要钱，跟我来。皇上想在北城建行宫，却听说闹鬼，怕不吉利，让我爹查，我爹就推给我了。唉，我就知道跟你来没好事儿。像这种无聊事儿啊，找李治去。少废话，快走！北城地势阴寒，交通不便，不宜建行宫。回去就这么跟皇上说，省得他大兴土木，劳民伤财。宫里的事哪轮到我插嘴？你瞎闹！哎，你看，你觉得这是什么造成的？反正鬼是没有脚印的。我听说上次有几个书生半夜在鼓楼见了鬼，吓疯了。是啊，其中一个现在还在卧床静养呢。我记得这原来是个酒馆，对吧？原来生意特火，后来掌柜病死就关门了。还挺别致的。把这重新装修，得花多少钱？你想开饭馆啊？那是我人生最大的梦想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夏沫，你吃什么呢？新鲜的，要不来一个？我不吃，我一直很好奇，天底下有你不吃的东西吗？夏沫，你别装神弄鬼了。夏沫，干点正经事能死啊！别闹了。嗯。这楼里
除了我们俩，还有别人？那这是？李震，我们去过了，那个地方果然有问题。累死我了！去哪儿了？鼓楼。是鼓楼闹鬼案吧？是。我不想查那个案子。为什么？说实话，近2年徭役严重，百姓已经怨声载道。如果能借此案，能够阻止皇上大兴土木，不查也罢。若要阻止皇上大兴土木，有很多别的办法。单凭鬼神之说，只怕敷衍不了多久。鼓楼闹鬼已经让周边百姓人心惶惶，我们有义务给大家一个真相。哎，说的对嘛，查案本身没有错。再说，这种大案还得李少卿亲自出马，方能将小鬼手到擒来吗？我们2个已经去现场勘察过了，并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我觉得还是要从几日前鼓楼遇鬼的那个书生查起。你说呢？林公子还没醒吗？刚回来那天醒了一次，不停地叫喊着有一颗跳动的人头在敲门，然后就昏了过去。现在还没清醒。跳动的人头怎么敲门啊？没手啊。当初把我丈夫就吓得够呛，现在他又缠上了我儿子。头？谁的头？都说那头是郑小云的。他跟你们家有什么渊源吗？我相公是这个镇的捕头，当初小云死的冤枉，我相公却迟迟没抓住害死她的凶手，小云才会阴魂不散呢。这鼓楼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小云颇有几分姿色，不幸被幕上张家儿子看上。这张天霸人称张黑手，手上有一颗黑色的胎记，平日飞扬跋扈，心狠手黑。有天晚上，他趁着酒意，就把小云给糟蹋了。小云羞愤难当，跳楼自尽。张天霸从此失踪，官府抓不到人，只能不了了之。从那以后，鼓楼就开始闹鬼了。见过女头还活下来的，只有林捕头一个人吗？据我所知，是的。就是不知道我的猫儿能不能有这个好命了。如果林捕头回来，你告诉我们一声。你看光顾说话了，也没给你们上茶。翠儿，快上茶。哎。林茂是在草丛里第2天才发现的，是谁把它转移了呢？我们去的时候还看到桌上有供奉的水果饭菜，新鲜的。
如果是供奉的话，谁最有可能呢？还要问吗？小云父母啊。不对，案子已经判下来了，并不是桩冤案，只要找到张天霸就行了。小云父母装神弄鬼，有必要吗？而且他们究竟怎么装神弄鬼，才能把人活活吓死呢？哎，我说李少卿，上官大小姐，咱们能先安安静静的吃顿饭吗？明儿一早到小云家看看就清楚了。我这个爹当的真没用啊！好不容易讨回个公道，还让张天霸那个混蛋给跑了。我就是这样下去，那也没脸见我的女儿啊！你们二老每天都会去那鼓楼打扫供奉吗？孩子是死在那里的，我去那伤心地干什么呀？当初小云跳楼，这身体被摔得粉碎，我现在想想都觉得痛心。直到现在，我们老夫妻也只是每年在坟前祭奠一下，那个地方我们再也没有去过。我们能否查看一下小云的尸体？这对找到张天霸有极大的帮助。不用你们了，让我来。哇，好期待，好期待啊！陈年的尸体还真是难得一见。哎，你们猜猜腐烂到什么程度了？还剩多少皮肉？猜猜嘛，他骨头怎么碎了？他是摔死的吧？其他部位你就别管了，你就看一下他的头还在不在。安葬的时候也没有好好清理一下。是头在不在？谭双叶，干嘛？头，麻烦你检查一下。这头盖骨都撞得粉碎。头盖骨碎了。这么说，头还在。走了。哎，小云的头还在，那又怎么了？说明鼓楼上的人头不是小云的。哎呀，还吃什么呀？我想，一定是村民见尸身零碎，所以才以讹传讹，认为尸体是没有头的。那鼓楼里跳着的那个人头是谁的？这些迹象只能说明有人在搞鬼。受害人都查过了，再去张天霸家里查查吧。他家是长安顶级木商，这笛子就是他们家做的吧？音色不错。苏武牧羊，吹得不错。你是知音，不能白听。快给钱。哎，张掌柜，我买过你们家青蛙，上紧发条就能跳。哎，后来发条松了，能换吗？闭嘴！不知几位今日到此，所谓何事啊？知道你儿子现在在哪儿吗？我要是知道，早送官府了。不省心的东西。
你经常去鼓楼吗？是的。你怎么知道？随口问的，不然还有谁啊？因为我对郑家有愧啊，为了给我儿子赎罪，就经常去祭奠小云。那你有没有见过那棵刀？我那可都是白天去的，从来没有见过那传说中跳动的头。对了，你每次拿去供奉的食物，会被人吃掉吗？那供奉的食物我每天都换的，没有人吃的。可惜那些食物了。站住！官人饶命！官人饶命！饶命！饶命啊！官人！官人饶命！饶什么命啊？问你点事儿。我问你，张天霸之前都爱在什么地方喝酒？回官人，在宜春居。你走吧。这仆人明显被打怕了，刚才所说的恐怕都是事先嘱咐好的。等会儿我再让三炮去宜春居打听打听。那我们呢？我们回去查一下所有城门的出入记录，把所有跟张母商有关系的人找出来查证。那可是件大工程啊！哎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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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都是张母商送我的好东西啊！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能不能把这破玩意儿扔了？画什么呢？洗碗去！哎呀，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！我呀，给你设计个木质的小玩意儿，没准啊就能帮你自动洗碗了。哎，你怎么抹杀别人的创作激情呢？怎么就你一人来了？老大呢和紫苏姑娘去了林家，那个林捕头啊是唯一一个看见人头然后活下来的人。对了，他还是当时调查此案的人。别扯闲篇啦，你都查到什么了？我查到张天霸是张木商的儿子。这不是废话吗？因为他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特别宠，宠到没有生活自理能力。据说啊，他出事之前啊还没断奶呢。真的假的？这就不知道了。反正我跟老大没有查到他的出城记录。我觉得啊，他离开他爹超不过3天，准饿死。那也可能是他爹把他给藏起来了呢。不对。据说中书侍郎把他的家查了个底儿掉，都没有发现张天霸人，而且当时贴的都是告上，有人发现肯定会报官的。我可怜的猫儿怎么说走就走？你走了，娘可怎么办呢？你是说，林公子是我们走后当天死掉的？我可怜的孩子，临走的时候他还在喊鬼。那林捕头还没回来吗？可能是路上有什么事耽搁了吧。他在白龙镇2、3天就能赶回来。猫儿出事当天，我就给他写了信，可他到今天都没回。来人，通知三炮，赶紧去趟白龙镇。林捕头应该知道内情，现在可能有危险，一定要找到他。得令。您这边请。旷工1天，今天一样没有晚饭吃。晚饭都诱惑不了你了，看来这案子不小啊。刚才双叶来找你，咋咋呼呼吹半天，好不容易才把他哄走，非说自己破了一个什么大案。
哎，双叶破案，死的人呢，好像叫张天霸。张天霸，张天霸，这样的话，一切都合理了。可以，四娘。哎，你刚才跟我说谁死了？你快死了。都小心点。好。这边，找仔细了啊！来，小心点。来这儿。哎，好，来，这边哪里？来这边。看仔细，看仔细。又捞到一条腿。嗯。这尸体也都烂成这样了，你怎么知道会是张天霸？因为我聪明啊，给我加3倍俸禄，我就告诉你。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张黑手吗？太信任了。你不是说你破案了吗？犯人呢？抓走了呀。这么快？本姑娘办事讲求的是效率，哪像你们似的磨磨唧唧、拖拖拉拉，大姑娘绣花似的。谁这么倒霉当了替罪羊？哪去了？什么替罪羊啊？他已经认罪了。谁呀？哎呦，就当初这个家伙强奸了那女的的爹。什么？啊？他怎么找到张天霸的？他说他女儿附了他的身，替他报了仇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死亡时间能判断吗？已经在水里泡了1天1夜，再加上7零8碎的，很难判断了。不对，这事有蹊跷。你看好这里。怎么会这样？确定是张天霸吗？他怎么这么容易就死了？紫苏，你去郑家卧室、床边看看，有没有迷香的残渣。好。草民已经为女儿报了大仇，官人，请转告草民夫人，好好活着。草民无怨无悔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我的儿子！既然如此，就将人犯押赴刑场。且慢。大理寺少卿李治。李少卿啊，我怀疑郑守敬是被诬陷的，要求重审。少卿，李少卿，哎呀，那个郑守敬已经认罪了。郑守敬，我要你重述一遍作案过程。草民前2天一直梦到小女喊冤，小女说呀，她要自己查出张天霸藏身之处进去报仇。昨天晚上，草民竟然被附身了。怎么附的身？我正在睡觉，突然一道亮光出现了，草民当即头晕目眩。随后依稀记得，草民一手拿着刀，站在河水边与张天霸撕扯。给我住！偿命啊！刀，放下，放下！等到草民清醒过来，这天都已经亮了。草民躺在河岸上，
身边都是他的残肢断臂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记得案发过程，对吧？双燕，你来看看这儿。刀疤，这应该是旧伤。这人是个练家子。确定？你是在质疑我的专业水准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！萨摩，萨摩，我找到那个迷香的渣子了，你要看吗？萨摩，萨摩，我知道核心所在了。刚刚郑守敬说自己被附体，与张天霸厮打，案发现场非常泥泞，而郑守敬的鞋子几乎没有沾到任何湿泥，这可能吗？少卿啊，说不定是他杀人之后换了双鞋呢。依我看，既然人犯已经认罪，那么就这么判了吧。人犯郑守敬，等等，等等，张天霸没死，何人大胆私闯公堂？官人，张天霸并没有死，死的是林捕头。凶手想故意留下线索，所以会在河边抛尸。草民在死者残肢上发现了好几条刀疤。哦，那又如何？官人，张天霸从小养尊处优，而尸体四肢布满刀疤，皆是旧伤，这说明死者是习武之人。满口胡言！他怎么可能打得过习武之人呢？官人，我也并没有说过凶手就是郑守敬呢。不是郑守敬，那是谁啊？杀害林捕头的肯定是个高手，据草民推断，应该是受雇于某人。而我们发现，河岸的残肢之中，只有那只手，确实是张天霸的。你这说的，本官是越来越糊涂啊。道理很简单，木商砍断他儿子张天霸的手，加上林捕头的尸体，企图伪造成张天霸死亡的假象。随后，他利用郑守敬报仇心切的心理，再嫁祸给郑守敬。官人，冤枉啊！嫁祸？那他是如何做到的？我们在郑守敬卧室的窗边发现了迷香的残渣。常言道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最近我们登门调查小云的案子，晚上他自然会做关于女儿的梦。张木商正是利用这一点迷晕郑守敬，再把他带到了河边，通过张天霸对郑守敬的推搡，让郑清醒一下，产生短暂记忆。随后，郑守敬体力不支而倒下。这时候，他们就趁机伪造现场，利用断手引导大家对死者身份的猜测。只可惜，林捕头常年习武，一身肌肉，再加上刀疤，这些都不是身娇体贵的张天霸应该有的。官人，这完全是胡乱捏造，无凭无据。张木商，您别着急啊。张天霸强奸小云之后潜逃，木商爱子心切，于是将儿子藏在鼓楼，再以闹鬼之说驱散百姓。张木商承认，自己每天都会去鼓楼祭奠小云。说白了，那些水果饭菜不是给小云，
而是给自己的儿子准备的。他说祭品从来没人吃过，可我去的时候，发现桌边有半个馒头，还有啃过的猪骨。所以很明显，张木商，你是在说谎喽。至于他为什么要杀林捕头嘛，就更简单了。几天前我去过林捕头家，发现他家虽然十分简陋，吃穿用具却相当考究，连茶杯都是官窑的。试问，区一个捕头，哪来这么多钱财？恐怕是当初他搜查张天霸的时候，就帮木商演了一场见鬼的好戏。如今林捕头的儿子被那女头吓得半死，林捕头势必会说出真相，与其坐等被揭发，不如杀人灭口，再把他尸体假扮成张天霸，一箭双雕嘛。可是那闹鬼又是怎么回事呢？首先呢，鬼哭其实呢原理非常的简单，因为鼓楼门窗有的被钉死，有的则就故意开着，这刚好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木哨。草民去鼓楼时，越往上走，鬼哭声就越大，因为高处风更大，只要有风，就能吹响着巨大的木哨了。人头又是怎么跳动的？张家曾卖过一个木质的小青蛙，内有精巧机关，上紧发条就能跳动。人头跳动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哦。鼓楼的楼梯上有圆形的印记，就是伪装成人头的木球所致。张木商费尽心机，只是为了把张天霸藏在鼓楼里。证据呢？证据呢？没有证据，一切都免谈。张木商，别着急呀，证据当然有，证据就在鼓楼的地下。按理说，人摔倒在地面上不会发出这样的声响，除非是地下被人掏空了。所以我才推断，5年前强奸郑小云的张天霸，就藏在鼓楼的地下。哎，你们给我轻点儿，轻点儿！哎，我说你们怎么回事？抓个人至于这么费劲吗？我一个人撑了很久哎。爹，我的儿！娄知县，现在可以判案了。张天霸强抢民女，致人死亡，又装鬼害人，累及多条性命，父子同罪，即刻斩首。这儿啊！爹！儿啊！救我！救我呀！爹！爹！救我呀！爹！爹！走吧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去哪儿啊？我说你一天到晚不好好看着店，你看着我干嘛呀？我看着你看店呀。那个木商不是被抓了吗？啊！他们店里所有的木器都打折甩卖，看看咱们凡是需要什么，好多需要的，不散不散。不是，翅膀长硬了是不是你们？啊，走，你们俩谁是老大？想偷懒啊？不三不四，他的工钱归你们了。谢谢啊，我们保证不打折他的腿。陛下，这千年太岁乃是突厥可汗的长子阿史那都进献，臣弟借花献佛，恭祝陛下万岁，龙体圣安。
好，好，好。这样的宴席着实让人烦闷。你大可不必来。陛下，臣弟已命人将太岁给您取来，还请稍后。今夜正是客，一切听主人吩咐。陛下说笑了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李飞白，啊，干什么慌慌张张的？什么事啊？不必惊慌，慢慢说。啊，是陛下。王爷，张夫人她……张夫人又怎么了？她被千年太岁杀死了。说吧，我家那口子最近有没有和那个小骚货来这吃饭？5文钱包打听。我给你10文。之前来吃过一碗面。什么？这个臭不要脸的，死性不改！看老牛回去怎么收拾他！我觉得这事儿啊，你也别太往心里去。男人嘛，谁还不会有点死老外，嫌最近日子过得太舒坦了，是不是啊？那2口子要是在店里掐起来，你端着呀！三毛，哎呦，我的炮爷，您今儿怎么有功夫亲自来视察？我告诉你，别想躲，老娘跟你没完！吴王府昨晚设宴，老大和子苏都受邀了。什么宴会？有个叫阿史那都的突厥王子送了吴王一个千年太岁。哦，这个吴王呢就想献给陛下，没想到王府侧室夫人横死，结果呢就把我老大生生搁里头了。说是那侧室夫人被太岁所杀，你们说邪门不？李少卿，你能替本王查案吗？只能劳烦王爷派人盯紧每一个赴宴之人，因为能在王府中自由走动、不受约束的人，都有可能是凶手。去，照办。是。王爷，阿史那都已派人严加看管。王爷，王爷，臣妾早就跟你说过，那是邪灵之物，根本不是什么灵丹妙药。送王妃回别院。王爷，王爷，阿史那都为何向本王进献太岁？别以为本王不知道。王爷，臣妾是冤枉的。带他下去。相信臣妾。带他走。王爷。李少卿，这件案子就拜托你了。飞白，他会协助你们的。是，下官定当竭尽所能。本王先回了。李少卿，
这个库房四面都没有窗户，我们派了4个仆人把守，2个时辰换一次。刚才下官也问过仆人，除了张夫人的婢女明月硬要他们离开入乡的时间外，再也没有离开过。官人饶命，是夫人让我这么做的。什么意思？夫人近来体弱多病，之前听说太岁有延年益寿、永葆青春的功效，便动了私心来偷吃。因此，他叫我支开仆人，自己偷偷来到库房。哦，小的记得，王妃之前劝过张夫人别打太岁的主意，2人为此发生争执。后来还是令长史过来将2人劝好的。啊，确实如此。保护好现场，将尸体送往大理寺。啊，是。让萨摩跟我去办案。他是你大理寺的人，还是我凡社的人？反正你店里生意也不怎么好。哪只眼睛看见我店里生意不好啊？开个价吧。我这个月的俸禄已经花完了，等这个月过了再付款。3份利，成交。哟，大仵作，吃饭呢？一块儿吃啊。行吧。哎，这什么？水蛭啊。你从哪儿来的？从张夫人鼻子和下体取出来的。要不要加点酱汁当刺身吃？谭双燕，你现在口味越来越重啊。那个，对了，那个尸体验的怎么样了？老大问。我已经验过了，死亡时间是在昨晚的戌时左右。死因呢？应该是被击晕之后，大量的水蛭同时叮咬，造成失血过多而亡的。从这个创面的数量上来看，应该有上千条之多。但是，这些水蛭有点奇怪，叮咬的都是血脉密布之处。哦，这些小家伙还挺凶残啊！哎，那个死者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？2时。我能看一眼尸体吗？随便。那个，你先吃饭啊，一会儿让老大他们过来看。你怎么看一眼就走了？那些水蛭是物证啊，你别真给吃了。王爷，听说当天宴会开始前，你与令长史独处了1个时辰。正是。当时我和飞白先去查看了一下贡物，之后又来到书房里喝了一点酒。谁知道本王困意上来，便让飞白看着时辰，小憩了1刻钟。王爷是什么时候睡的？下官记得应该是戌时3刻。没错，本王当时还特意看了一眼漏刻。此事还烦请李少卿不要在朝中宣扬。请王爷放心。那就好，辛苦各位了。本王还得处理一下张夫人的事，
暂且失陪了。吴王点儿真背啊！你看这吴王呢，年轻的时候就死过2妾，这人呐有权有势有啥用呢？所以，废话那么多。听说现在嫌疑最大的是王妃，有杀人动机吗？没错，她是外域人，遇刺的大婚。自从侧妃张夫人入了王府后，深得宠幸，此后王妃便一直幽居在流霞别院。与其说别院，倒不如称其为冷宫，更为确切。那咱便去会会这个被打入冷宫之人。李少卿，请恕素衣瞒报之罪。昨日王爷将她送回别院后，王妃就悄然离去，再也没有回过王府。那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？你要是敢说谎，李少卿会把你关到牢里去。素衣绝对不敢欺瞒李少卿。昨日宵禁之前，王妃找我借了套衣服，说是要去西市一个叫什么七贤的客栈，这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女子和一个突厥男人在房中大吵大闹，折腾了一晚上。之后他们2人还出去过吗？那个女子争执过后就独自离开了。那个突厥人好像叫阿史那都。我求你不要再缠着我了，云舒，我这就带你回突厥。我们已经不可能了。你肯定有难言之隐，你告诉我。没有，我以为人妇。阿史那都，你别再逼我了，这不是爱，是占有欲。可是我爱你啊！我就听到这些。有发现吗？没什么有用的东西留下。放开我！放开！本王是被冤枉的。本王没有杀人。没问你话的时候不能开口。案发后，王妃换了婢女的衣服前去找过你。没错。她为何要去找你？我和云舒多年前就已经相识了，而且早在她被你们皇帝赐婚之前，我们就已经私定终身了。在七贤客栈，我想让她跟我走，可是云舒。那日王妃去过七贤客栈后就失踪了，你知道她在哪里吗？她不见了。难道不是你伙同王妃一起杀了张夫人吗？那个什么张夫人，我见都没见过，我为什么要杀她？这次来大唐，我只不过想把云舒带走而已。你们一定要找到云舒，求你们了，求你们。把他压下去吧。那你现在还觉得是他伙同王妃杀了张夫人吗？难说。你审不出，我接着审吧。彼黍离离，必稷之苗。彼黍离离，必稷之苗。行迈靡靡，忠心摇摇。行迈靡靡，忠心摇摇。知我者，为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为我何求？你们回来啦！李治，你认识了这么好的朋友，应该早点介绍来认识认识嘛。李少卿，看人家多有礼貌。我平时也很有礼貌，好不好？怎么不夸我啊？
懂不懂什么叫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啊？哼！哎，别说，你们真的很有共同之处。哪里？口味重啊？因为喝茶也要加很多盐啊。好了好了，我去给你们准备些膳食。哎，萨摩。李少卿，你这个香囊带很久了吗？萨摩，令长史，那个萨摩多罗有点奇怪的癖好，见谅啊。你这个香囊哪儿来的？这个香囊是我在西市胡商那儿胡乱买的。这个里面的药物可招虫子了，建议你不要再带了。是吗？来给我。难怪我最近老招虫子。令长史，你是查到什么了吗？回李少卿。飞白从素衣口中得知，王妃有一个腰坠，一直舍不得离身，但如今却留在了梳妆台里，此事略有蹊跷。这玉坠有什么来历？玉坠是王妃出阁之前便有的，花纹特别。有什么特别啊？一看便是突厥之物，而且阿史那都也有一个。令长史跟突厥王子关系很好吗？我二人此前算是点头之交。他被捕之后，吉隆可汗震怒，派10万大军驻扎我边境，逼大唐交人。倘若不交出突厥王子，他们便要派兵南下。这案子再不破，恐怕两国交战在所难免啊！萨摩，我们一起重回命案现场。当晚，除了在府内其他地方的几个小厮没有出现以外，其他与张夫人密切来往的人，都有不在场的证明。李少卿，当晚值守的几个仆人都带过来了。你们几个一会儿好好回答几位官人的问题。是。当晚，除了张夫人的婢女明月叫你们出去，你们再也没离开过。是的。那天晚上可有什么异常？没有什么异常，只是确实听到了什么东西被打翻的声音。当时小人还以为进贼了呢。我们过去查看，发现对面杂物间的窗户破了个大洞。那张夫人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？不知道。到对面杂物间看看。令长史，你带仆人先下去吧。李少卿有何吩咐，尽管唤我便是。慢点儿，别摔着啊！提审时，阿史那都亲口承认，曾在长安附近置屋，以便与王妃幽会。看来，就是这里了。子苏，一会儿这样啊，一会儿我数1、2、3，我一踹门，你就冲进去啊！哎，凭什么是我先冲进去啊？那这样啊，我数1、2、3，你推门，我冲进去。预备，1。哎！别进来！怎么了？那个吴王妃死了。啊！去哪儿了？查案。紫苏和3炮托人带了个口信。说他们在一个叫什么的地方，发现了吴王妃的尸体。有详细位置吗？地图。给我。
这种钱你也赚？给你。难怪萨摩跟你一模一样。哎，我可只说了一句话，关我什么事啊？死者死前曾被绑在了椅子上，导致手腕、脚腕处有紫色的淤青。死者的头部被钝物击打过，但这并不是最终的死因。真正的死因应该是肺部的那一刀，刀口形状奇特，像是某种抑郁病人所致。能知道这个小屋的人，一定是对阿史那都和王妃都异常熟悉的人。能在吴王府中杀害张夫人，而又绑走王妃的，必定是对这二人十分熟悉的人。我觉得你想到的跟我想到的是同一个人。对，但是问题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呢？我总觉得哪儿不对，可是哪儿不对呢？我们只能再去趟吴王府，但愿能赶在证据被毁之前找到。当时他们二人就在这个房间里喝的酒。没错。中途可否有人离开过？并没有，除非他二人串通，制造假的不在场证明。哎，你们看，这吴王就是财大气粗啊，这漏客都是用酒做的。喏。没错，是酒。大理寺查案。几日前，吴王府参加夜宴的官员，是不是你们驿站负责接送的？正是。你可记得当夜发生过什么不寻常的事吗？当然记得了。记得当日一位官员差人把马匹送回来的时候，身上竟然有好些个水蛭。你确定是水蛭？小人比谁都心疼这些马儿。那位官人是不是在宴会上偷偷将小锥儿弃沟里去了？送回来时，马身上钉了好多水蛭，个个又肥又大的，真是心疼死我了。哎，是哪一位官员啊？这个，不是，老大，你们到底是发现什么了呀？这陛下给了3天的期限，马上就到了，咱咋还在这喝茶呀？如今，已经能破了他的不在场证明。杀人动机究竟是什么呢？这有什么是什么的呢？杀人动机无非就2点：一，钱杀；二，情杀。前者关系到利益，后者关系到情感。钱虽不算多，但是它够用啊。情，他与这2个女子也很难有感情纠葛。老大，这情杀又不一定非在男女之间。哎，你们还有心情在这儿喝茶？不是说给你们限制的时间已经到了吗？就这几天啊，突厥士兵已经袭击了一个小村子。放话说，倘若阿史那都那儿有1根毫发损伤，他们将一路南下。哼，你还笑得出来啊？三胖，你真是个断案高手。案子破了，我知道动机是什么了。我破的案？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指向阿史那都。一旦阿史那都被杀，突厥和大唐的战事就在所难免了。糟了！来人呐！本王没杀过人，快放我出去！云舒，你放心吧，待我从这里出去以后，我就去找你，把你带回突厥。
我们此生再也不分开了。王子，您的饭来了。最后一顿，吃了吧。滚！出去。那您喝点水吧。令长史，想不到你还是一个会操纵重置的伽罗师啊！官人，小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还演戏呢？被自己培育的水蛭吸血，感觉很爽吧？你口重，喝茶都放盐，就是为了抵御水蛭吧？你们这是血口喷人！别忘了，夜宴当晚，下官可是有不在场证明的。在晚宴开始之前，王爷不是曾经小憩了1刻钟吗？哼，1刻钟？吴王府的书房到仓房的路上，来回便不止1刻钟，我有何时间作案？把东西抬上来吧。那天晚上，你与王爷在书房里对饮，你的座位应该是离这个漏客最近的吧？你在事先带来的酒里就动了手脚，让王爷昏昏欲睡，主动提出小憩。王爷睡前看到漏客是虚实3刻，睡后看到是4刻，他自然就会以为自己只睡了1刻钟。可你应该事先将酒倒入了漏客当中，漏客显示为虚实3刻，很有可能才2刻不到。你杀死张夫人，赶回书房。再用酒杯将多余的水舀出即可。令长史，难道你没闻出这漏客里的水有酒的味道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。仓房对面的储物间里有个蜡烛制作的岩石机关，丝线的一头绑有重物，时间一到，蜡烛点燃丝线，重物自然就会将窗户打破。我曾经问过吴王妃的仆人。当时也是令长史告诉张夫人这个太岁的奇妙之处吧，而张夫人果然信以为真，以为吃了太岁，她就能够延年益寿、永葆青春。这是世间女子的贪念。你和张夫人约定好了作案的时间和步骤，你先去了对面的杂物间做好机关，然后张夫人命明月将看守支开后，你们便可以趁机潜入库房。当张夫人正欲享用太岁时，你趁机将其杀死，而蜡烛机关触发后，看守自然会跑到对面去查看，这样你就有了逃离现场的时机。负责接送官员的一族也告诉我们，宴会当晚，令长史所乘马车的马上发现了水蛭，而且据他们所见，发现的水蛭十分的肥硕，那是迦兰特有的银鞭蛭。这种水蛭需要用人血孵化，吸血极快。你身上随身带的那个香囊，一闻便知是伽罗虫是用来育虫的。你为了伪造太岁吸血的假象，将夫人打晕之后，便驱使大量的银鞭蛭吸张夫人的血，导致张夫人流血过多而亡。说来说去，纯属臆测。我与张夫人平日里素来无冤无仇，我为什么要杀她？你假托太岁杀人，再嫁祸给突厥王子，
圣上下令将其收押，如你所愿，突厥必然被激怒而出兵。我推测，吴王妃应该就是看破了你的秘密，才被你残忍的杀害了吧？你说什么？云舒死了？是的，他死在了山谷的那个小屋中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告诉我！我那么的相信你！放开！放开！说说吧。王妃无意间发现我与突厥的密信，我只能暂时囚禁她。王妃，只要你乖乖的待在这儿，我一定不会杀你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明白又如何？你这么做，只会引起大唐和突厥纷争。难道兵连祸结，白骨路易才是你真正想要的吗？长史，令长史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哼，你跟我说这些有何用？我本来就不是大唐的人。那我问你，张妍妍是你杀的吗？那是他自找的。我只是跟他透露了太岁的功效，可是他贪心啊，非要去偷吃才给我机会的。作为复国大计的一环，他必须死。那我呢？啊，对于你而言，我也只是你的一枚棋子，是吗？那你也肯定清楚，你如果不杀我，我必定会去破坏你的计划。可是我没有选择，我是大唐的子民。王妃，只要你乖乖的待在这里，我绝不会杀你。事成之后，我一定放你走。哎，王妃，放开我！王妃，你为何要逼我？李飞白，你为什么要杀袁术？为什么？我要扒了你的皮！我查过了你的通关文牒，你是近几年才从外域来到长安的。你的通关文牒上写了你来自柔然国，但你根本就没有柔然人的生活习惯，你的文牒是假的。你是迦兰国的人吧？萨摩多罗，别忘了，你也是迦兰国的子民。你忘了，咱们的国是被谁灭的？咱们的家又是被谁破的？啊，是大唐！难道你就不想重建迦兰吗？没有国，我们一个个的全都是无主的游魂。唯一能让我活下去的动力，就是重新振兴迦兰国。人早晚都会死的，与其在灭国以后苟且偷生的活着，还不如为复国大业而亡。那我问你，你复国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为了迦兰逝去的子民，为了在战火中亡故的大哥和母亲。那你这不是复国，是复仇。
我还记得，我小时候在迦兰过着那种无忧无虑的日子。我也记得，我躲在柴火堆里，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家人在眼前逐渐消失。没有人会比我更痛，也没有人会比我更恨。我常常在想，难道我们因为我们心里的仇恨，难道我们因为我们所谓的复国，就要去杀掉别人的母亲和大哥吗？就要让更多的人成为像我一样的孤儿吗？你问我恨吗？我当然恨，但是我更痛恨战争，痛恨一切打着国家名义残害无辜生命的行为。林大哥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好吗？不知我者为我何求？我只恨大计未能如愿，天佑迦兰！拉下去斩了！陛下向天下宣告，是吴王妃因擅妒杀害了侧妃张夫人，如今已派人将阿史那都送回了突厥。这个事儿就这样结了？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。也不知那些迦兰移民会不会受到迁怒。哎呀，这个国家早就已经覆灭了。双叶。迦兰，也许此生只能在梦里回去了。启禀国师，令妃白折了，验明正身，即日处斩。这个案子还是萨摩破的。正是，若非他从中作梗，大唐和突厥已经开战，这个人必须处斩。愚蠢！萨摩是一颗棋子，没有他，复国大业不可能进展得如此顺利。此话怎讲？请国师明示。自始至终，萨摩都是我手中利器，替我铲除了无数障碍。我从黄泥章救出波斯人和赵匡国，为他们制定复仇计划，目标只有一个：兵部侍郎度良源。萨摩与李治相识不久，
不想被卷入朝廷纷争，所以当他意识到赵匡胤假死却未揭穿，我让波斯人服毒自尽，只是想给他们一个由头，尽快结案，好让赵匡胤能伺机刺杀度良源。度良源是朝中最熟悉西线边防的将军，他死以后，大唐西线羸弱，给了我们长驱直入的可能性。国师英明。度良源死后，我安排心腹顶替兵部侍郎之职，遭到吏部尚书的阻挠。随后，大理寺开始调查灵猫杀人案，我派人杀了平康坊的雪儿，把线索引向刘尚书和他堂弟。调查过程中，大理寺发现刘尚书利用职务之便私通胡氏，索要并报一事。刘尚书被迫辞官，那群毛贼原本下药把人迷晕后实施抢劫，苦主醒来后会认为是黑豹所为，没想到之后会内讧杀人。萨摩办案时居然敢服毒，让我意识到他对大理寺那些人产生了信任。李治那一刀没白挨。圣恩寺的僧人都是隋朝投诚的老臣，与李渊交好。新皇登基之后，他们惶惶不可终日。我派去搜寻藏宝图的探子被他们杀了。随后，我在朝中释放消息，让李世民对他们心生疑虑，派大理寺介入调查。案发后虽然有小僧顶罪，但为了化解皇上的疑虑，他们不得不交出藏宝图，以表投诚之意。那张图在押送过程中已派人临摹，相信很快能找到藏宝之处。苏秀才休妻，在我的诱导下，琪琪对苏秀才下了毒，热毒封喉，窒息之际，用刀切割器官，试图求生，却死于刀伤。赵思南伏法后，他爹赵校尉被牵连，空出武备库的职位，自此，长安的武备库便落入我手。走私军械也正是从这一步开始的。在我的安排下，东水村李正率领村民盗窃金库。案发之后，李正充当了替罪羊，掌管金库的太傅司卿被撤职，盯上去的是个庸才，镇不住手下官吏。这个口子一开，朝廷财帛唾手可得。独子惨死，灵堂还魂。在我的诱导下，急于复仇的僧人了凡与杜老太太合谋杀人，被萨摩识破。杜老太太被发配充军，她在长安西南的3000亩山地落入我手，成了我们的驻军点。神头刘芳是我在长安的线人，常年为我提供坊间情报。案发后，萨摩看到了玉佩上的伽罗纹样，开始怀疑刘芳的背景。他居然还记得伽罗圣歌，让我很意外。卜氏怨灵一案，我为冯玉制定了复仇计划，数名高官死于非命，职位空缺。我方有3个4品以上官员入职，大获全胜。保平谷阴兵过路，孟昭复仇也是我安排的。此案让兵部尚书陆明仕途终结，之后顶替他的是顾明章，此人有把柄在我手中，这颗棋子随时可用。刘员外儿子造孽，我为苦主制定了复仇的计划。结案之后，朝廷严查民间麻烦，清除胡商，之后渠道和资源便落入我手。接下来，在新任兵部尚书顾明章的默许之下，大唐的战马供给就由我控制了。杜元山替我走私军械被盯上，只能牺牲他了。他死后，火枭落入法网。多亏萨摩，唯一对我们有威胁的官员也不存在了。邓维曾经治好过天花，这就意味着若有战事，我军就能利用天花作战。在我的诱导下，邓维用我给的药物毒杀了贾仲元。他死后，天花秘术便落入我手，可以在一夜之间让大唐军队彻底丧失战斗力。大唐与吐蕃关系缓和，对我们不利。在我的提醒下，吐蕃国君意识到玄武对李世民犯忌，于是有了之后的连环杀童案。结案后，吐
吐蕃使臣被急召回国，这正是我与吐蕃修好的大好时机。户部林侍郎的案子，重点在那个大秦杨一。之前我高价聘请，遭到婉拒。案发后，他遭到牵连，严禁在长安城行医。我趁此机会将其拿下，为我军培训大批军医。太常寺郑少卿是皇上面前的红人，案发后朝堂上议论纷纷，他被迫辞官，顶其位的是我们的人。能与皇上朝夕相处，随时向我汇报朝堂内外的动向。信鸽能在开战时传达作战信息，但优秀的鸽种可遇不可求。我之前曾花大价钱向黎志桥买鸽子，但这呆子拒绝了我。于是我便诱导赵雷对他下手，引发了之后的一系列案件。黎志桥落入法网后，他的信鸽都落入我手。麻风病与天花一样，都能成为战时的武器。我派蛇师前往不周村，就是为了找到治疗麻风病之法。结案后，麻风病人的衣物、皮屑和那些沙袋蛇卵都落入我手。皮影师与侏儒复仇，涉案高官陆续横死，再次引发了朝堂震荡。结案后，我方有3名5品以上官员入职，自此我在朝中的布局已出现端倪。黑道上走私最盛的，除了咱们，就是东篱山庄，但他们有代王做后盾，很难撼动。幸亏有萨摩多罗，我才得以铲除东篱公子。此后，东篱山庄也落入我手，彻底垄断了走私渠道。林白案是萨摩离我们最近的一次。结案之后，我紧急撤离了长安西南所有驻军，我方损失了6名将士，愿神保佑他们的灵魂安息。城郊那块荒废的菜地有数个菜窖，是我用来临时存放军械的地方。戏班的人经常在此出没，只能想办法除掉了。木商张某手下有数百名能工巧匠，把他除掉，那些工匠为我所用，就能为我军造出最强悍的工程器械。属下明白了。我安排令飞白做局，是想挑动大唐与突厥的战争，可惜败了。不过武王从此失势，也给我们腾出了不小的空间。可以说，这些案子在萨摩的协助下，为我方争取了最大利益。国师深谋远虑，属下佩服。只是萨摩天资过人，机敏狡慧，总有一天会意识到我们的存在。我做了这么多，就是在等待那一天的到来。毕竟，萨摩是伽罗的王子，也是我王唯一的血脉。灭国时，萨摩还小，不记事，只知道自己是伽蓝的子民。若能复国，继承大统的人也只有他。愿主神庇佑，让萨摩耶早日觉醒，燃起心中的清凉圣火。